Hello，兄弟们好，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今天我们来开箱分享的就是我2025年的10大怨念之物的榜一大哥，来自麦克法兰《蝙蝠侠2：蝙蝠侠归来》里面的头号反派企鹅人。那么作为上个世纪的4部蝙蝠侠电影里面的举足轻重的头号反派企鹅人，由蒂姆·波顿导演的哥特尔风拉满的一个非常另类的反派，那么我是非常之喜欢。那么作为怨念了结的第一名，那今天和兄弟们来一起开箱分享一下。那么盒子就是25年这个 DCU 收藏线的一个这种系列包装是一个3C 版那么这个机头离开以后麦克法兰的价格，特别是新品的价格，那么保持的还是算比较的稳定那么最终也是以一个只能说是正常价格收入了OK， 那么废话不多说，拆出具体看一下。OK， 那么拆出把玩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不愧是我去年的10大怨念之物的榜首的产品那么也绝对是老麦2025年的年度 Top 1好的，那么我们直接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身高比例拿出 SHF 和 ML 做一个身高的对比OK， 那么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附带的饼干地台那么还有这个卡片也是这个和背面一样，这个电影的海报就不取出了。OK，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到那么首先是这个非常之精彩的一个面雕刻画那么当然一些小的这个老麦的这个面雕涂砖这种全涂砖的一个面雕的一个瑕疵，那么还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这颗的话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一个中奖，比如说是鼻尖等等的一个中奖那么左脸上有一个橘皮，那么还能接受整体的用了一个紫色的一个阴影等等的一个涂砖来表达然后这个头发可以看到为了方便戴这个帽子然后做出的一些形状这个往下看的一个眼神显得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阴险这种狡诈的这种体现牙齿上的一个这种涂装表现也是非常还原剧中的感觉那么整体首先配件这个雨伞是一个相对较软但是也不算非常软，所以算是刚刚好的一个用料然后这个就是没有涂装了，全塑料原色把子比较粗然后帽子的话，这个相较于勉强能分清这个前后然后进行一个佩戴相对于比较硬然后也是塑料原色也不用太担心这个戴上去额头这些蹭漆还不错那么然后重点就是这次的这个布衣像这个棉麻布一样的这个布衣那么肩关节丝毫不紧偏松的一个设计，也是比较方便的这个穿脱，这一点能接受可以看到这个肩关节是不深色的一个设计没有齿轮卡位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个衣服的话可以看到这个领子这个材质虽然可能容易掉毛也还好就是这个在盒子里面压了以后塑形的功能也不是非常的好那么然后这个可以看到整体虽然没有任何的内置铁丝，但是这种布料很神奇，老麦选用有它的一定道理，就是本身它自带一个这种布料的一个塑形功能可以看到是吧很神奇的一个布衣的一个选料虽然这种上面的这种绒毛容易掉落或者说是手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有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非常不错。 OK， 那么最后就看到这个本体了，本体这个大小非常的舒服这个7寸做出这个大小就很舒服了如果是一个6寸的比例可能还显得做出来会比较小拿在手上像个葫芦一样非常的舒服玩起来非常的有感觉很有意思的一个特制塑体那么三角区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三角裤是一个软胶那么关节做到了这个用整一个大的一个腰段来体现那么也是很不错了这个幅度有一些，但是利用软胶的韧性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后仰角度还可以那么当然肘关节就是常规的有孔的比较深色的齿轮关节了那么这次的手腕球关是做了一些造型的设计的而不是纯的
通用的圆形球冠啊，这点很好啊。然后膝盖单关节有孔啊，整一个小段的一个尺寸关节还不错啊，所以造成站立性而言的话，这款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头雕向下看的这个眼神，需要你做出一定的这个调整啊，摆造型的时候啊。然后整体的一个可以看到马甲的一个涂砖啊表现，加上白色的这种干扫啊，还是很不错的，包括这个领子啊。可惜的话就是没有替换手型啊，只有右手的一个也是特制手型，可以看到啊，左手的一个握持啊。OK， 那么这一款企鹅人啊，蝙蝠侠2，蝙蝠侠归来的大反派企鹅人，非常的 nice。那么这种奇特偏恐怖题材的这种 DCU 的这种产品线啊，我觉得对于麦克法兰这个品牌来说啊，未来还是非常可期的啊。那么也是老麦的一个舒适区了啊。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回忆童年非常喜爱的这种电影反派，不愧我年度怨念的榜首的年度了结之物。OK，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非常推荐兄弟们收入，对于25年老麦的产品来说，这款企鹅人绝对是必入。OK， 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下期再见。